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密说。商飞 C919 大飞机的首航成功，意义重大。能否生产制造大飞机，向来是一个大国的地位的象征。2023年的5月28号，对中国民用航空工业来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我们的 C919 大客机在这一天完成了从上海到北京的首次商业飞行。从5月29号开始，C919 就将直飞上海和成都之间的商业航班。外媒普遍评论呢，这是中国挑战世界大型客机市场，由波音和空客双巨头垄断的开始。这架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运营，载有130多名乘客的航班，编号是 MU9191，于28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12点30分降落北京的首都机场。中央电视台的全程直播无数的网友欢呼雀跃。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面，就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还在不停的给国产 C919 泼冷水。他们狂喷C919 的安全没有经过验证，不敢做。C919 的很多零部件都是由欧美企业制造的，中国就造了个壳子。从 C919 客机立项的那一天起，到现在正式直飞航班，这些人总是心怀叵测的误导普通民众。有网友找出了12年前的这些公知们发的微博，他们叫嚣着 C919 要让领导先飞。那好这次 C919 的首次商业运营，还就是领导们先坐先飞。从官方发布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坐在第一排的有中国民航局的局长、中国商飞董事长、东航的总经理、工信部的部长。坐在第二排的有 C919 的总设计师、大飞机专项组组长和原中航工业的总经理等人。这充分的体现了对我们的 C919 的可靠性、安全性的信任。飞机上还有100多名首飞的乘客，他们是在成千上万人的抢票大战中胜出的幸运者。能够亲自乘坐国产大客机首飞，绝对是巨大的荣耀。这些领导和幸运乘客们担心 C919 的安全性吗？不担心，因为 C919 是按照欧洲或美国最严格的适航标准来设计和验证的。能够拿到中国民航的适航证，就是它安全性的保证。大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当然不是造个壳子那么简单的事儿了。C919 的确有很多外商承包的零部件，但这是大飞机制造的通行做法。波音是大飞机制造的，波音公司的飞机也都是由很多国家生产的。供我国运20军用直升机使用的国产涡扇20发动机，不久前已经开始批量生产。这证明我国的航空供应链已经能够提供大型飞机的所有的零部件和子系统。只不过因为我们第一次建造大型民航客机，一些零部件和子系统要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航空要求尚有距离，还需要继续发展几年。此外我们将许多零部件外包给西方企业，还有利益绑定的意图，让 C919 取得欧洲和美国的适航证更加的顺利。最关键的是我们是设计方、发包方，我们有自主选择承包商的权利。未来我们可以把外商制造的零部件全部换成国产的。最重要的零部件是发动机。我们的长江1000大发动机已经安装在测试机上进行飞行测试了，取证工作已经开始，预计将在2025年左右安装到 C919 上进行试飞。我们迟早能够把 C919 全面国产化，绝不会被欧美卡脖子。C919 客机对中国的巨大现实意义，在于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大发展，意味着我国的航空产业将要腾飞。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C919 这样的单通道载体干线飞机，与波音737 MAX 和空客 A320neo 属于同一个级别，而这个级别的客机可以说是全球公认的最重要的旅客航空载体。因为737 MAX 和 A320neo 的销量分别占波音和空客两大公司销量的60%到70%，为这两家公司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利润。虽然他们的技术含量比更大的客机要小，但却是市场的主流产品。截止到去年底，中国商飞已经收到了32家客户的1035架 C919 客机的订单。通常来说，一款大型民航客机如果销量能够达到400架以上，整个项目在商业上那就算是成功了。
C919哪怕不外销，仅靠我们国内的市场就已经能够获得成功，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